大家都说印度是自助旅行的期末考，这里没有规则，只有生存法则。唯一能信的只有你自己。不要相信任何人，别接受陌生人的帮助，这是每一个去过印度旅行的人给我的忠告。但现实真的又有这么恐怖吗？当一个陌生人帮助了你很多，你又真的能拒绝他好心的要求吗？如果是你又能通过这些情乐艺术家的考验，顺利逃脱吗？还是会一步一步掉进套路，最后乖乖掏钱，懊悔不已呢？现在不管你在哪里，就让我们来进行一场印度情勒模拟考，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开始吧。Game begin。这里是旧德里，恶名昭彰，传说中一定会被骗的地方，尤其是人力车的拉锯战。如果你有看到上一集，在我进锡克教寺庙之前，就遇到了一个热情无比的人力车司机。OK。他主动和我攀谈，甚至细心引导我如何进入锡克教寺庙，告诉我哪里存鞋，哪里洗手，要戴头巾，还微笑着对我说：“别担心，锡克教徒们都很友善。”他的态度真诚又亲切，让初次踏入锡克教寺庙的还怯生生的我感受到了一丝安心。哦，谢谢你的帮助。Oh, my friend. 他确实帮助了我，也非常的友善、热情。这时候我应该怎么回答呢？ A. 微笑回应，但不保证坐他的车。B. 微笑回应，好的，出来一定坐你的车哦。执着或放手，你怎么选择呢？毕竟也不知道会在寺庙待多久，也不知道出来之后会不会想继续逛，我还是先留个心眼吧。毕竟这里还是德里嘛，谁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套路嘞？说完，我走进锡克教庙宇开始参观，我还听到他在身后说：“我会等你哦。”参观完锡克教庙宇，我内心充满了震撼。这里的信仰文化跟我过去接触的完全不同，他们无私的奉献，所有人不论身份阶级都能在这里免费用餐。我心里觉得世界上善良的人真的很多，这趟参观让我内心非常的温暖。但正当我走出庙宇准备穿鞋的时候，一个眼熟的人出现在我的面前。Oh, my friend. Oh, my friend. Spicy market. Spicy market. Yeah, prices. Oh, my friend, price is no problem. Spice market, come back to anyway. On the road, only same price, total 40. 我确实是要去香料市场，他也真的很积极，居然还在这边等我哎！这里这么热闹，就算他是坏人，也做不了什么事啊，安全应该是没问题。看来是真的很想做生意了。那这个价钱也算是非常合理，还谈得很清楚，英文也不错，沟通很 OK。但是这真的是善意吗？还是另外有什么套路是我没发现的啊 ？A. 好，一趟20卢比对吧？走吧。B. 不了，太怪了，怎么可能一直在这里等？他肯定是坏人。执着或放手，你怎么选择呢？反正都谈好价钱，又没有安全疑虑，还能怎么样呢？或许他真的是个好人，都出来旅行，总不能都不接受他人的善意吧。 OK. Have a seat. New Delhi, no good. Okay. New No Delhi, good. only more expensive place, only for tourist place. Okay. Tourist. No Indian people. Buy everything, all city, all Delhi. Buy something very cheap. Okay. This is a Gandhi Memorial. 315 years. 一路上，他积极的跟我聊天，边骑边介绍德里这座城市，甚至详细讲解了新德里与旧德里的区别。当我们经过一些特殊建筑，他也不忘介绍一下，语气轻松自然，谈话间也没有太多推销的意味，反倒就像是一个当地人热情的向游客介绍他的家乡。Oh, my friend. 啊，居然是这样！看来是我把人想得太坏了吧？或许他真的只是个单纯想与世界接触的人。想起有这么多帮助过我的印度人，也并不是所有的热情的当地人都有这啊。Oh, my friend.
我从包里拿出20卢比，准备支付刚才说好的车费。Oh my friend， 没关系，我先给你，我自己逛就可以了。Oh my friend， 前面我一直怀疑他，而他却表现得这么友善，是不是我真的想太多？现在我该怎么回答呢？ A， 好吧，那就先相信他，反正确实是要坐回程的车。B， 坚持给钱，说清楚，我不需要你的陪伴，这是车费，谢谢。执着或放手，你怎么选择呢？他要带就带吧，我还是可以走我自己的路，他应该不能打扰我什么。他也说是要来找朋友，总不能一直误会别人啊。好吧，那就等一下在一起给你车费。Oh my friend， 看着他的背影，内心带着一丝迟疑。按照过往的经验，都会被收很多钱呢，怎么感性还会相信人性啊？这个决定真的正确吗？这里就是迪化街，我知道了，这里就是迪化街。我在这边讲中文，大家会一直转头看我，想说恭喜啊 Fish！Fish yeah from Kashmir fish yeah fish for eat why so small? it's small no water only eating No water. no water only eat Okay. big store separate package 100 gram 200 gram 15 gram later just look the inside wholesale market 听起来是想带我去什么商店呢？虽然我的注意力完全放在市场上，没有太在意他说了什么，但心里还是有一丝不好的预感。OK， 这楼梯很窄。400多年前，印度第5代皇帝的女儿设计了这个市集，作为德里城市规划的一部分。而月光市集此后也成为了南亚最大的香料、干果、传统服装的批发市场之一。哇，这边整个就是新香料味道，哇，四处都弥漫着干货的味道。台湾 ，Yes， 哇，各式各样的辣椒，大的、中的、橘色的，哇哦，这很难得可以看到这么多。这是什么洋香菜吗？现在在这个月光市集的2楼，简单来说，这边就是一个专卖香料的地方，就是迪化街。只不过这个建筑非常的老，那它有历史的痕迹。它中间有一个天井，所以往外看就可以看到中间竟然都是民宅。然后这边都是麻袋一袋一袋装的各式各样的新香料，所以走上来呢就有非常浓郁，很像到那个麻辣锅干锅店的香味。这边就有我比较熟悉的，就是有丁香啊、洛神啊、孜然啊，这个不知道是什么，这个也不知道是什么，白果，比较偏中药类的。哇，还有好大的肉桂，八角，这边我比较熟悉一点。哇，这里还有一只狗狗 ，Hello， 你好。这边很多咕咕哥。Yes, killing massage, facial. Hello, this is my phone. Hello. 路上还有贝贝，就是找我合照，我快笑死。阳光从老旧的窗花晒进来，洒在满坑满谷的香料上，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辛香味。连呼吸久了，鼻子都辣辣的。好像吃到辣椒的感觉。情乐小哥的步伐很快，他一直不停地说话，我完全没办法安静。更让我难受的是，他一直随地吐痰，加上他刚才的推销企图，所有一切的行为都让我觉得自己的旅行节奏受到了干扰。我选择独自旅行，就是为了按照自己的方式探索世界。可是他现在这样的行为，真的让我太不自在了。然而，直接请他离开，似乎又有点撕破脸。毕竟他也没做出什么真的可怕的行为，所以现在的我该怎么办呢？ A. 算了，都已经到这个时候，就再忍耐一下吧。B. 坚持请他离开，把钱两清，撕破脸就撕破脸吧。
执着或放手，你怎么选择呢？这趟旅程应该是我的体验，而不该变成某种被动的妥协。该是时候划清界限了。我停下脚步，从口袋里掏出80卢比的零钱递给他。我觉得我还是想自己逛逛，谢谢你的陪伴。接下来我自己走就可以了。Oh my friend， 请你收下。接下来我想要自己一个人走。直到这一刻，我才真正看清了他的目的。所有热情、友善、介绍、陪伴，原来都是一场精心铺陈的交易。当初不是说20卢比吗？我都已经多给你很多了。我很平静地跟他说，因为我不想要吵架。他确实是陪了我很长的时间，这点没错。但这一切根本不是我要求的，也从来没有谈好过价钱。一开始说20卢比，现在变成200，根本就是变相的勒索跟欺骗，不是吗？不过200卢比其实也不算什么钱，换算台币也才80，还是就给他当做慈善算了。没功劳也有苦劳，200卢比也不过80台币，就当做公益吧。B 拒绝，讲好20卢比已经多给了，不可以再得寸进尺。执着或放手，你怎么选择呢？200卢比虽然不是什么大钱，但这笔钱给的毫无道理，是欺骗也是勒索。我想不到给他的理由。80卢比是我的让步，感念他的付出，但不代表我没有底线。虽然你有带我 tour， 但我们并没有谈好价钱。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对待朋友的方式，这就是欺骗。当初谈好的价钱是20卢比，给到80，我不是已经多给了吗？谢谢你的导览，我真的要先走了。说完，对他双手合十，接着转身大步离开，总算摆脱了。粉红色的砂岩跟洋葱式的屋顶，香料市场外面非常的嘈杂。那这里呢就在香料市场旁边，但是非常的安静。那很多人呢就坐在这边休息啊、静坐，很清幽的一个地方。刚才呢不是遇到那个情勒一哥吗？后来因为他走路很快，然后他一直随地吐痰，我觉得他有点烦。那我就跟他讲说，好了，我觉得到这里就可以了。我接下来想要自己走，我兜里面就只有80块的卢比，车资是40块嘛。所以我想说，我就给他80块，想不到80块一给，彻底变脸，就说这也太少了吧，然后就不是很开心。我就跟他讲说，没办法，你没有先跟我讲好，我们原本是说40，现在我已经给80，已经很多了，非常非常不愉快。但是我就是很坚持，他一直跟我说200，然后我就说没有啦，就是80，因为我们真的没有讲好，我已经给你2倍了，但是我很谢谢你的 tour。我想要跟大家讲说，在印度你可能会遇到很多这样子的事情，你其实如果你愿意给，你就给嘛，就是像我是不愿意给，因为我觉得他讲的没有很好，而且他走得很快，不是我要的旅行节奏，我其实不需要他。所以我就叫他拜托先走，而且我途中有请他喝一杯奶茶，所以加起来也算100块了。You are so cute. Thank you. You too. My name is Afifa Fatma. What? My name is Afifa Fatma. Oh. 旅行像是人生的缩影，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有的像人力小哥，热情背后藏着试探，他们或许并非恶意，而是习惯了这样的方式生存。有的像青春肆意的穆斯林，用笑容和慈悲温暖你，不求回报，只是单纯的分享善意。他们短暂出现在你的旅程，如白驹过隙，转身变成过往。
但无论算计或是善意，大家都在努力地过着自己的人生，而我们也在学习如何面对这个世界。被骗、被请了的感受确实有时候很差，但如果没有这些波折，旅程又怎么会完整？这一路走来，我在人力车小哥的试探中学会了坚持，也在清真寺的宁静找回平静。但这样的经历到底是让旅程更完整，还是纯粹的麻烦呢？ A. 旅行本来就是场冒险，有好有坏，这都是体验的一部分。B. 这种经验根本不值得，最好一开始就避免，省得影响旅行心情。我是彩玲，我还会持续西进，并在印度独自升级。而这题交给你们，执着或放手，你怎么选呢？